这个非常之经典，其实在国内已经不太见得到，是，但是这边可以见到。这里是哪呢？这里是 Manchester。李思维在这边上过3年的学，他大学在这边上的。正常的话是我做调研，然后来跟大家讲讲这边这个地方的故事啊，各种东西。这次我什么都不做，他是主人公。大家一定很好奇李思维的过去，对吧？你也很好奇，对吧？我都快忘了。是的，所以这一次我们就来这边来带你探索一下。这次骆驼支持了我们来到这儿，他们真的非常好，这个新的鞋子非常非常带劲。我们一拍即合，共同来看看李思维的过去吧。曼彻斯特去了一趟系列，我们直接开始。提到曼彻斯特，可能大家首先想到曼联和曼城这2支球队。那事实也就是这样。虽说它是一个老牌的工业城市，能看到很多的红砖建筑，但是到了今天，它最拿得出手的其实就是它的足球文化。你很难想象，在这座人口仅有60万的城市里面，近1半的人都是球迷。那也正是因为这种红蓝阵营、全民皆兵的体育氛围，让曼彻斯特在细雨绵绵的气候之中，始终会有着一种独特的生命力。那在开启这场运动之旅之前，让我们先跟随李思维去看看他曾经生活了3年的曼彻斯特城区。曼彻斯特相对来说比伦敦是不是更疯一点？疯不少啊，说实话，因为我在的那段时间呢，英国还没有脱欧，然后难民也没有进来，所以这个国家还是挺英伦的。但是现在可以说是夸张到了一个很疯狂的程度。你在马路上，你可以看到黑人，可以看到印度人，可以看到印度人，各种教的人，但是你唯独很难看到英国人，就见不到英国人了。真的，这个地方就是曼彻斯特的侵蚀度比伦敦要高很多。是。好，我们现在呢走着走着走到了一个叫 Piccadilly Garden 的地方。怎么英国所有东西都在修啊？就没有一个东西是不在修的？当心，小心被火车撞了。我感觉这一定有人被撞过吧？不可能没人被撞过。这1000%会有人被撞过。我跟你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你有没有跟老外真正的吵过架？好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老外真正的吵过架，对不对？老外吵架，他们真的很弱，他们有这么几个级别啊。但我跟你说一个比较夯的，到白热化阶段了才会说的，他们会说 Nobody likes you。没有人会喜欢你，然后再升一级，就是我祝你被火车撞，就是被这个火车，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他们最高级别的 swear 了，就是那你用你最高级别的反击他会怎么样？播不出来，但是大家知道，就是我只要说出这4字真言，老外一般就不知道说什么了，真的，因为他们这辈子没有听过这样的东西，就感觉mind blow， 你知道吗 ？mind blow。OK， 这个就是 Piccadilly Garden， 算是市中心的比较有名的一个大家聚集起来的地方。好的，我跟你讲，这个地方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很不安全的地方了。它很多人会叫它 Crackdilly。哎，就是英国的明显感觉到在快速衰落，对，在变糟。就是一种所有东西都是不是百废待兴，百兴待废，其实是这个感觉，就百兴待废。讲真，曼彻斯特这座城市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工业化让这里迅速崛起，但是在信息时代，这里早就不是世界的焦点。英国人似乎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守着自己的那一小块天地。本身这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过多的外来非法移民使得这里开始慢慢的变味。反正有一种和时代在慢慢脱节的感觉，其实还是有点可惜的。节目到现在，其实我们都还没有好好介绍一下李思维的过去。别看他平时一副不正经的样子，他本科就是在曼彻斯特大学读了人力资源管理专业，而研究生是在伯明翰大学读了酒店管理专业。那虽说和他现在商务的工作毫不相关，但是做起事来吧，他还是靠谱的。那么接下来就一起去看看李思维的母校曼彻斯特大学。那恰好我们还遇到了一位抽象的生活博主白日梦想家，也在这个大学上学。我们也和他拍了视频，吃了恐怖的英国酱豆子。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推荐去看一看。但是现在，先和我们来逛一下这所大学吧。学长，李总，你好，你好。好的，快吧，带我们转转。你现在还在上学的校园吧？没错，来逛一逛嘛。快看看是你了解的多，还是这个人了解的多？我感觉他一直在骗我，我感觉他没来这边上过学。你觉得这个大学的氛围怎么样？大学氛围非常的 OK 啊，大家都很松弛。OK 可还行。他们怎么在一个该上课的日子全部坐在外面什么都不干呢？对，因为太阳出来了，大家这个英国人就很喜欢在外面晒太阳。这个楼叫 AGLC。对了，它的有一个非常响亮的中文名字啊，你猜它叫什么？它叫什么？它是一个自习室，但是它叫斜月三星洞。为什么？斜月三星洞是孙悟空拜师学艺的地方，因为它是24小时开的。哦，所以就最后赶论文的时候都在这儿。对，24小时全天开的。好的，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我们这个学校好的一个点是，它的大课和小课有很多是不点名的。我也不知道这个算不算好的，反正对我来说是好的。哦，现在要扫码了。这么严格？现在扫码上课，30秒限定扫码，就你那个码还拍不给别人，因为一拍时效过了。我以前我要教坏别人了。我以前最高记录，一个学期大概只上了1小时。你别的时间在干嘛？打英雄联盟？没错。League of Legends。难怪李思维是真正的英国的英雄联盟的冠军。只要你愿意投入，你的时间，你是一定要回报的。你投入在学习上面，有学术上的回报；你投入在 League 上面，你也会有一些段位上的回报。好的，你这种成功学大师真的是很恐怖的存在。对，这个楼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我们以前商学院的总部。你在这里学到什么好东西了？你跟大家讲讲，你能报出来任何一个你在大学学到的，你觉得至今你还在受益的知识？我觉得我在这个大学培养出的能力，就是很线性的提升自己的产出和效率。就像不管是写论文也好，还是我学术的进度也好，基本上是线性。这不叫线性，线性是这样 ，linear 是这样 ，linear 那这个叫什么 ？parabola。指数抛物线型、指数型，没错，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我基本上我掌握能力就是我可以在最后考试前的1-2天迅速的掌握一门知识，这是我在这个学校里学的最多的。那现在你在工作上面是如何应用的？这个你不想会知道的，你不想会知道的。这个里面很夯的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这个里面很夯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毕业的时候就在这个地方拍了我的毕业照。那时候你是有头发对吧？有的，那时候还有。我等会儿可以试图把那个东西找出来。哎呦，李思维，厉害，各个地方，是不是各个地方？哇，那时候这个看起来像是我，有没有可能是我毕业了，你顶替了我？你放屁吧，这就是我呀！你这个头发完全不像，就像我，这我本人啊。这哪里是你本人？你站到这个位置，我要比一下，3、2、1，拿掉。我现在很像那个我是那个世界营销大师，Nathan， 那个画面太好笑了。有什么问题吗？确实啊，没什么问题啊，10年而已，10载而已。是啊，转眼我自己已经毕业8年了。你说看着这些大学生羡不羡慕？那肯定是羡慕的。大学就是会给你一种特殊的感觉，能让你放慢脚步，沉浸在这种纯粹的氛围里面。而这次我们脚下这双骆驼碳5K 碳板跑鞋，让我们的旅程也变得更加的舒适。作为护腕厚底碳板跑鞋的开创者，在保证舒适回弹的同时，里面的碳板也能提供强有力的支撑。独特的柔碳黑科技，慢跑它助力，快跑它支撑，200多元就能买到的价格，绝对是你运动旅行的最佳伙伴。离开曼大之后，我们也开启了我们旅程的下半部分。我们驱车2个小时，来到了我和李思维都一直想来的这个拉夫堡大学。也许你没怎么听过这所大学，但它的体育专业常年位居世界第一。我们想来带你看一看这里的学生都是什么样的。那这次我们也非常幸运地联系到了一位名叫 Jacob 的老师。博士毕业之后，他就进入了拉夫堡大学任教，现在是神经肌肉生理学的高级讲师，学术方面的研究非常专业。但让我觉得更恐怖的是，他的肌肉超级发达。Do you mind if I ask you how often do you do workouts? Me personally, Yeah. I am currently a father of a very small child, 4 months old, so very little actually, about 3 days a week. Okay. I used to be an international powerlifter, competed for Slovenia for a number of years actually.
And then I worked out 5-6 days a week when I was actively competing. I stopped competing in 2018. That was my last World Championships. And what's your record for powerlifting? So my best lifts were 255 squat. What? 他能够255公斤蹲腿。不，你听错了。No， 不是255公斤是不对的。No, 255 kilograms, yeah, squat. Squat is like Squat is this. 250。他说他是职业的，他是参加奥运会的。500斤啊，500斤，他可以蹲举。He can't believe it. Yeah, unbelievable. And 142.5 bench press. Yeah. Bench press. That's in kilos. 142公斤。卧推。他卧推142公斤。142公斤什么概念？正常人能推自己体重就不错了。OK。So now I lead the strength and conditioning master's degree program here. Right. So we try to teach other people how to. I think everyone will just listen to you for sure. Yeah. I guess because so. you got the experience. All right. Coming. In this one, it's got treadmills, so it's focusing on running physiology. I mean, the most, I guess, special things are these. CPT. Yeah. CPT. So they basically measure gas exchange. I think I just did this last week. Because in Hangzhou in China, and we are planning to climb Himalaya, so Mount Everest. So they asked us, we have to do this in first place. Oh, good. So you had what, maximum oxygen uptake measure? Yeah. All right, okay. And my results are horrible, so they said I cannot go. What are they? No, it's like 72% for the maximum oxygen usage or what? Yeah. Okay, so you've got to practice a bit more before you go to Mount Everest. Yeah. 参观完运动科学实验室后，不得不说术业有专攻这句话含金量还在不断的提升。那不夸张的说，漫步在拉夫堡大学的校园里面，你会发现这里的每个学生和老师都壮得难以置信，男生女生都是这样，超级健美。那更夸张的是，体育并不是他们的主修专业。英国因为不存在体育生，所以他们就是正经的考试考进来的。然后他们就在这个全欧洲最大的大学健身房里面练成了这种健美的样子。我和李思维自然没法和那些纯运动专业的人来比，那我们就好奇和读别的专业的学生比，我们差距有多大？那于是，在 Jacob 老师的介绍之下，我们找到了一位名叫 Jess 的传媒专业大3学生，但是他的短跑速度夸张的离谱。Like what's your speed or pace? My pace. So my current PB is 54.13. For how long? 400 meters. 是400米，它只要53秒。你算一下。He can calculate. What if we run with you and we can see the difference? Yeah. I think we're going to do a bit of a warm up. Okay, warm up. Right, if you don't mind. I don't think I can finish. Because we want to visualize to our audienc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us and you. So from the masters. So yeah, this is high pack. Okay. This is where I am 5 times a week. 5 times a week. Yeah. So we're just going to do a bit of a side step. So Side just steps. like Okay. it's there and then back. So side cross, but like a bit of a pop to it. Wait, Lee, do it. 他怎么飞出去了？ I feel like this is a bit too much for us. I thought it's just like. Yeah, and then back the other way. This is about 120 meters of track, so we could just do 120. That sounds great. Perfect. We can do that. Okay. Back. So you're going to be in this position. Okay. 3, 2, 1, go! Very nice. 我比你慢了大概5米吧。为什么？跑不过你啊。我很 Good 菜。 race. You were like so far away. So far away. Oh my god. You were like a rocket ship. A rocket ship. Oh my god. 虽然是惨败，但我还是非常建议大家能每天有适当的运动，毕竟一个良好的身体素质才是一切的基础。那感受完了拉夫堡大学的硬核实力，还有一项运动，我觉得我必须得带你来体验一下，那就是足球。作为世界第1大运动，足球在英国人心中已经远远超过了足球本身。当地很多人表达自豪感的方式，就是支持他们自己城市的球队。那这次我们也有幸联系到了曼城足球俱乐部，在他们团队的带领下，我们获得了一些独特的权限，终于有机会带你一起走进
这支世界顶尖的足球豪门。这个比我们的要高级好多啊。Well, this is a black magic Ursa, I guess. Yeah, the Ursa, typical, and with the monitoring screens. What about it's very well lit and set? Yeah, so this is where we'll be doing the match day live later. I'll put the assets on for you in a bit. Okay. We can quickly change the studio if you want like a more intimate look, say for a podcast. So you could do like some content this way, then do some photography there, bring the curtains round, and then it looks completely different very quickly. This is a very smartly designed studio. 就它空间不是特别大，但是它的这个设计每个地方都做得很细。但复刻一个应该也还好，可以复刻。不，这个可不便宜，就是你只要看过细节，你就知道。我跟你讲个很细节的东西，李嘴，你知道他们这个提词器要多少钱吗？就这个东西，就正常。国内我们买的提词器应该现在是4000块钱左右。对，小几千。你敢信这个东西要16万 ？Auto Q 这台 Auto Q 要16万，就上面这个小玻璃，这个玻璃要16万，然后下面这个云盾的这个云台如果没错应该是14万，30万就光只是支架，就只是把它撑起来这套系统要30万，没有性价比。哇，这个一抬头有点离谱。这个有点太干净了，这个球场是我见过最干净的球场。是这样的，要比赛了。然后今天那边有黑布盖着前面几排的是今天晚上皇马球迷会坐的客队区。哦，就这么点？对。还有上面1、2、2就是这一条上去。哦。所以我们是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死忠看台，然后它前面是有这个栏杆，是为了让这个死忠安全站立的。哦。因为最死忠的球迷看球的时候是不坐下来的，他就一直站着，然后呢，我们把最死忠的球迷都安排在客队的球迷的左边跟右边。因为他们唱歌的声音最大，是吗？那个压制，对，他们和 battle， 哦，他们会对抗，对，哦，原来还有这种小巧思。是的，有的人可能他都不看球，他就朝着那边唱歌，这样的吗？对，是的，太狠了，忍不住想要踢球。曾经我也是爱踢球的一个人呢。没事，等会儿我们应该有机会踢一踢。你对你踢球的水平怎么形容？我上一次踢球还是小学的时候。你上一次在小学的时候踢球，现在你来到曼城的这里。你要让这边顶级的训练师训你，这是你对自我的认知。没关系，都在血液里了。让我没想到的是，曼城居然真的为我们协调到了一位退役球员莱斯科特。那作为一名中后卫，曾经代表曼城出场160次。那如今作为民宿，也会经常做一些足球文化的推广工作。And we got 3 balls. 3 balls. And 2 rookies. Not even rookies. I don't know what we are. Yeah. I don't know what we are. It's how do you call it? Newbies. Newbies. Yeah, not even rookies. Yeah, newbies. You must be able to. So you can't kick ups, ball juggle. Wow. It's just do it, Lee. Impress him. Nice. Actually, you got nicely. Nice. 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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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 actually got something. Not bad. I didn't know. 好痛，腿好痛。那我们现在2个人决定做一件事情，我和李四维，我们要挡住他的点球袭击。没错，你觉得你可以做到吗？我觉得，因为正常都是一个人守的，而且老哥呢是踢后卫的，他可能点球不厉害，对不对？好的，来吧。好的，开始。来吧，你想守哪一边？我想守哪一边？你哪只手比较重要？我感觉我右手更重要一点。你右手更重要，那你守左边。好的，好不好？好的。At least I touched it. Nice. One more. Yeah.他要摧毁你。 Have you ever watched like Shaolin soccer? Shaolin soccer. There's like a film. 少林足球，我现在感觉就是少林足球里面那个。他的策略是在练习的时候摧毁你。Okay. All right. Next round, you have to focus on him. He's blaming on me. He's blaming on me. Why don't you two change sides? Oh yeah. Okay. That's better. 我看到一个炮弹朝我飞过来，但是你挡住了，这是你的。他没有用力，他完全没有用力。就他是故意在让我们。他用力的时候，你的手已经是变成花手，就我衣服已经全部炸掉了，你知道吗？就和那个少林足球一样，就全部扭成麻花，炸掉。感受完了足球的魅力，当晚正好有一场曼城主场的欧冠比赛，这也是我第一次现场观看一场足球比赛。
哪怕我自己本身不是球迷，但是我还是会强烈推荐你去现场感受一下这热烈的气氛，绝对值回票价。那至此，我们这趟英国之旅也接近了尾声。英国天气好的时候还是非常非常漂亮的，就是它这种密度、这种天气拍起来很有电影感，但是可惜这种天气非常之少。我们现在已经不在英国的这个中部了，我们在英国的北部这个地方，这边是爱丁堡，但是因为这次我们视频本身就很长了，这边就不延展了，我们只是过来看一眼。但是视频的结尾交给你好不好？因为这期的主角就是你。哇，你来总结，你特别喜欢总结，观众也很期待你总结。我总结吗？是啊，以前我是坐在那边草坪上，但这次不一样，这个石板路留给你，好不好？我想想。好的，那你在想的时候顺便提一下，这是这次陪伴我们的骆驼的碳5K 这个跑鞋，李思维穿，我也穿，我们一路穿着它走下来，感觉特别的好，不管快不管慢，它都很舒适，支撑也很棒。然后反正我觉得200多的价格，这是特别重要的，性价比超级高。没错，里面还有一块碳板来支撑它整个鞋型，所以非常的靠谱。那我讲完了，现在就轮到我把麦克风还有相机交给你，你来给大家录一段打动人心的结尾，好不好？我走了。哇，这个我想好了。那我想说的是，观众朋友们，那么我已经想好了。那么我想说的是，观众朋友们不要回来，我们马上走开。